你真的以为《西红柿首富》是一部喜剧吗？实际上，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讽刺了现代社会的畸形思想，也强调了大多数人对钱的执念。不仅如此，就连各主演的名字都是导演特意埋下的伏笔，比如老金给的是真金白银，殷先生和赖先生又阴又赖，庄强一直在装。大聪明其实是真聪明，而柳建南则是真贱，王多鱼实际上一点也不多余。电影一开始，王多鱼为了让老金买下自己当守门员，向他展示了才艺。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扎实的家。王多鱼扑腾了好一会儿也起不来，但在看到一大摞钱的时候，瞬间就立了起来。上一秒他的目的是钱，可是听到这钱是要收买他踢假球时，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刚好对应了他守门员的身份。守门员守的就是足球场上的底线，只要我还站在底线前，你们就一个劲儿的别想。可即便自己坚守住了道德底线，现实还是给了他一记重锤。即使自己已经付出了全力，可还是会被观众认为是踢假球，无奈被球队开除。后来他们遇到碰瓷儿的，两人出手教训，结果再次被群众误解。他们总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于是随声附和，把好人送进了监狱。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也是导演想要讽刺的现象。但正是王多鱼守住了底线，让他顺利通过了二爷的第一层考验。接着老金告诉王多鱼，他是二爷的唯一继承人，但想要拿到300亿，还需要有限制的在1个月内花掉10个亿。另外二爷还给出了一个选择，拿1000万走人，是1000万元的支票。这张支票上老金的名字是金凯瑞，这是在致敬好莱坞一代喜剧天才金凯瑞。金凯瑞成名前跑了15年龙套，最落魄时浑身上下只有5美元，于是画了一张1000万美金的假支票鼓励自己。在他成名之后，把一张真的1000万支票放进了父亲的坟墓。这无疑是非常励志的故事，但这部电影却是通篇的讽刺。在王多鱼选择花光10亿后，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不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一开始大家还嘲笑王多鱼，认为他是一个，但在见识了一铲车的钱后，他们彻底改变了想法，心甘情愿的成了王多鱼的下属。接着酒店老板依然是这样，从高高在上的姿态变成了奉承的店小二。得嘞，主爷里边请。虽然这样推崇金钱的重要性不好，但这就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庄强在得到王多鱼的肯定之后，也不惜放弃尊严。我现在想对你们说，接着刘建南出现，看似无比清高，对金钱并不看重，但王多鱼仅用2摞钱就把他从传递金钱罪恶思想的人生导师变成了给自己修剪花园的工人，甚至还美名其曰园丁。再说育人和种树都是园丁，我这也不算改行啊。后来殷赖两人请他帮忙捅王多鱼一刀，可他即使在美女的诱惑下也不动声色。姑娘先别折腾了，二位找我什么目的直说吧。对不起，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你们看错人了。但在看到金钱的瞬间，态度立即发生转变，墙头草似的倒向了殷赖两人。看人真准。这就是罪恶的人性，一边抨击金钱，一边却又往他身上靠。随后王多鱼投资了不靠谱的移动冰山项目，庄强马上提出了异议。那这冰山到一半就得化，你当我兄弟傻呀？庄强不傻，实际上他非常聪明。从和恒泰队踢球就能看出来，庄强知道自己的球队和顶级球队根本比不了，所以他一开场就出言侮辱对方主力球员媳妇儿，直接被红牌罚下。电视剧演得挺好，可我觉着他那狐狸精绝对本色出演。谢谢。怎么了？只有这样，自己球队的胜算才会变大。后来他还承认自己踢了假球。5-0那场比赛，我收了人家500块钱。王多鱼连20万都没有动摇，可他仅用500块就妥协了。这里也能看出庄强对钱的看重。在王多鱼同意冰山项目后，庄强就开始暗自操盘了。他虽然不懂王多鱼为什么要如此挥霍，但也不可能眼睁睁让他把钱败光。
所以他把运冰山的消息传了出去，才让俄罗斯公园知晓并承担成本。那冰山里边有一窝小北极熊，俄罗斯极地公园愿意承担咱们这个项目的全部成本。很可能那几头北极熊也是他故意放的，最终让这次项目赚了1个亿。买了北极熊的肖像权，冰山项目这大发了。可他依然不满足，于是请了自己的朋友大聪明一起赚钱。你听说过我的故事？没有，但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他们的确很聪明，没有选择底薪制，而是要求抽取10%的提成，因为他们只要拿到提成，就不怕王多鱼败家了。于是两人一顿操作，把盘下的烂尾楼变成了学区房，卖出去赚了10个亿。烂尾楼变成学区房了，我转手一卖，赚了10个亿。这样他们的提成就达到了1个亿。以前庄强不明白王多鱼花钱的意图，于是明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私下操作，同时积极练球，疯狂讨好。但现在不用了，因为他们已经是有钱人了，不需要再看老板的脸色行事，也就不需要知道真相了，只要能赚钱就行。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要有修养。而夏竹则无比虚伪，他一开始表示对金钱非常厌恶，可依旧做了财务这个职业，每天都跟钱打交道，找了个看似清高的男友，实际上是个墙头草。夏竹很讨厌自以为是、大手大脚花钱的王多鱼，一度认为他是个，但下一秒又佩服起他的操作。对不起，我为我昨天的不理智道歉。随后在生日时被王多鱼的烟花盛宴感动，在王多鱼近乎疯狂的追求下破防，看到碰瓷的真相后态度转变，开始主动找王多鱼。在演唱会上看着偶像激动流泪，夏竹口口声声说讨厌虚伪的金钱，殊不知自己才是最虚伪的，感动他的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钱，甚至在最后王多鱼来救他时需要的也是钱，这也是全片最大的讽刺。你可以讨厌金钱，但你不能真的没有钱。王多鱼很诧异，为什么自己拼命花钱却永远也花不完。即便我每天都在拼命的花钱，没日没夜的挥霍，绞尽脑汁的去琢磨怎么去败家，但是我的钱呢，他们就像有繁殖能力一样，越花越多，越花越多，越花越多。这刚好对应了一句老话，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和老金合作推出脂肪险，让每个人都能赚钱。实际上这已经违反了规则，但老金出于对孙子的喜欢，还是选择了包庇，毕竟他是二奶。其实你应该管我叫二奶。所以这场考验从始至终都不作数，就算王多鱼考验失败，这笔钱最终也会到他手里。二爷故意整这一出，实际上是害怕如此大的财富突然到一个穷小子手上，会让他突然失去理智。1个月花光10亿，实际上就是先让王多鱼过过瘾，也让他知道该怎么花钱，同时知晓如何赚钱，这才是二爷考验的真正目的。哈哈哈，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就知道你没问题，因为我们一样的优秀。金钱没有吞噬你人性的光辉，你配得上我的遗产。